大点声，再浪点儿。哎，少爷，您为何日日让我浪叫？山人自有用意。二少爷又开始了。昨天晚上叫了2个侍女侍寝，今天早上又开始行欢愉之事，这也太荒淫了吧！关键是还不肾虚，太让人羡慕了。要不说是纨绔呢，自从3年前大病一场，二少爷像变了个人，整日沉迷女色，荒废学业，成为这云州有名的纨绔子弟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女帝诏曰：周国公下二公子周凡纨绔放荡，声名败坏，德不配位，今解除与朕之婚约，亲子。3年，整整3年。自从穿越到这大秦王朝，知道我与女帝有婚约后，我就花天酒地，纨绔成性。如今，终于等来这道退婚圣旨了。周凡，接旨吧，自作自受，毁了这泼天的福泽。草民接旨，谢主隆恩。公公，你不懂男人呐。哼！爹，儿子终于不用入宫了。嘿，继子，堂堂开国功臣，3朝元老，王梦贤点子，这才定下婚约。没曾想，生了你这么个孽障，竟让陛下下旨退婚，朱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来人，这个逆子给我扔出去！爹，什么意思？是要把我逐出家门吗？不要叫我爹，没资格做我儿子。庶子就是庶子，当初真不该让你进国公府的大门。如果是先帝赐婚，我连叫你爹的资格都没有。一个贱婢生的孽种，若不是那赖皮浩儿进宫，就凭你想进我国公府大门？原来我只是个牺牲品，我一直还想着退婚后光耀国公府，原来小丑一直是我自己。光耀国公府，就凭你大言不惭！老爷，求你放过少爷吧，少爷他不是纨绔，他让我们去房间去。这哪有你这个贱婢说话的份儿？高和之声日日传遍国公府，真当我聋了吗？把这个贱婢一块扔出去！不用你们动手，我们自己走。周长风，希望不要后悔。王爷，计划失败了。不华，女帝目前就在云州，启动计划，以最快速度找到女帝，杀掉她。是。呸！国公府，我早就不想待了。少爷，可离开国公府，我们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你以为少爷就光打你屁股是不是？我早就潜心研发科技，打造了自己的秘密基地，本来是等着对抗母帝的，没想到先炸出我这无情无义的母爹。秘密基地，少爷，你那些稀奇古怪的发明都是从那里来的？小臣好想去看看。勿急，今日无事，高兰听曲儿。听说最近天香阁新来了一位花魁，但从不解渴，除非有谁能写出一首让他心动的诗词，他才能作为其入幕之宾呢。青楼，少爷，你要去青楼？可是我们没有钱啊。俗气了不是？本少爷有才，这就够了。走。嗯。陛下，周凡看上去一点都不难过，反而还有一点开心呢。跟朕解除婚约这么开心，一点后悔之意都没有。那我们还跟吗？跟。朕倒要看看，这个纨绔没了周国公少爷的身份，该怎么办？哎，张老板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混账！纨绔就是纨绔，刚被逐出家门，就直接去了青楼，简直是人渣败类。朕这就去斩了周凡，没有了婚约束缚，他真是无法无天了。不必，身无分文还想找乐子，怕是马上就会被赶出来了。
哟，这不是周国公府的二少爷吗？不对，我记得你已经被赶出国公府，现在是一条丧家之犬啊！怎么回事？身份？那又如何？别打扰我今天晚上来找乐子。别打扰我今天晚上来找乐子啊！嘴硬，来青楼是要花钱的，你有钱吗？如果你跪下来狗叫几声，我做云中首富之子，可以考虑给你几两银子，找个老太婆爽一下。那不用你劳心了，今天晚上我的目标是西月。谁？哼，西月？就你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西月姑娘也是你这个废物能染指？实话跟你说吧，西月是我的女神，今晚我势在必得。你要钱没钱，要财没财，拿什么跟我比？那咱们赌一下。好啊，你要是成为西月姑娘的入幕之宾，我就给你1000两；如若不然，就把你身边的婢女送给我。好，我赌了。有人给他们送钱来了。哼，西月姑娘，西月姑娘要出场了。大美女呀！青楼竟有此等貌美天仙的女子。君台，不要想了，西月我的啦！大言不惭，我更看好那位富家公子。你眼光是真差。放肆！我家公子岂容你妄言？开个玩笑嘛，他急眼了。谁能写出让西月心仪的诗词，今晚就可成为入幕之宾，分文不取。若是没有，那还是以前的规矩，1000两一曲，10000两一舞。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琵琶一曲漫漫音，我闻耳边绕余凉。寻声去看抚琴人，惊为天上人西月。好，好诗，是好。好诗，好诗，这还好诗啊！我的妈呀，说你眼光差是夸你？你的西月要被抢走了？不可能，我的诗吊打林峰。吹牛！西月姑娘，不知在下这首诗可否入姑娘法眼呢？西月姑娘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今天带来的可是黎文老先生所作的诗，你还说不行？这不是在耍我们是什么？这竟是黎文老先生所作，难怪如此之好啊！意境高远，形容贴切，真是一首创世佳作。黎文诗神的诗都不行，那天下还有谁能做出让你满意的诗？西月姑娘是把我们当傻子来让你消遣戏耍的吗？是谁说黎文诗上的诗就一定是好诗了？既然规矩是西月姑娘设的，那自然是看人家的主观意识。你们说呢？就你这个纨绔废物，竟敢质疑诗圣！你的诗呢？念出来给大家听听。周凡这个不学无术、被女帝退婚的废物也会写诗。周凡输定了，林峰拿的可是诗圣的诗，他拿什么比啊？哎，都让开！我要开始装逼了。云想衣裳花想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此诗内容天马行空，想象丰富，当真是绝世好诗。没想到
我大秦王朝竟有人能做出如此惊艳之事，这纨绔竟如此有才，精彩，这时属实好。日剧不提人，句句都在写人，这是纨绔能写出来的吗？今晚西月真是纨绔周凡的了。西月姑娘，献丑了，不知这首诗能否入姑娘法眼？周公子文辞华丽，才高八斗，小女子才疏学浅，不敢妄作点评。但此诗深得小女子喜欢，小女子愿陪周公子共度良宵。不着急，我们有一晚的时间，可以深入较量。西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写的那些东西狗屁不通，凭什么能获得你的青睐？这首诗都能入你的法眼，为什么黎文老先生做的事不能？你就是看在我和他有赌约，故意帮他。林公子如果不满，可请在场观众评价，也可请黎文老先生亲自评价。林生，别自取其辱了。周凡的诗很好，就算我师尊黎文也不一定能写得出来。你再继续纠缠下去，恐怕别人会认为你输不起。没文化真可怕。林峰，你输了，时光短暂，在下就不陪林公子了。照顾好我的婢女。好。周凡，我今日受的耻辱，我来日一定百倍奉还。陛下，周凡真要跟西月上楼了，朕这就去斩了他。周凡本是朕的未婚夫，现在却和一个青楼女子。雪影，你去传旨，查抄大秦境内所有青楼。是。公子，您这般看我作甚啊？自然是因为你生得好看，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。公子倒是坦诚，那该由我来服侍您了。你有经验吗？没有，是我第一次。不过久居青楼，也听闻姐姐们聊过这些欢愉之事。那还是我主动吧。太守大人有令，彻查青楼，统统抓起来。官爷，抓我可以，但求你不要告诉我老婆，不然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有老婆你还来逛青楼，就是你们这些人在哄抬鸡价。你不也是吗？活该你被抓。在古代嫖娼也犯法吗？历史书上不是这么写的呀。天香阁在云州已经营数10年，从来没出过事，今晚怎么就会被突然查抄呢？因为京城有人得罪了陛下。奇怪，朕的旨意刚刚下达，云州太守就来了，未免太快了些。不过也好，总算没让周凡这个纨绔得逞。想和娼妓欢愉，那也得过朕这关。女帝也逛窑子？传闻女帝后宫3000男宠，她都释放不了。放肆可再有女帝，你活腻了你！着什么急呀？别说是你了，就算今天女帝站在这里，我也敢说这话。言论自由，懂不懂？再说，如果是女帝下令，咱俩嫖娼的被抓起来。周凡，为什么你和女帝退婚之后，突然从纨绔变成了才子？兄弟，实不相瞒，我那纨绔都是装的。什么？你就这么不想跟女帝成亲？废话，女帝又胖又丑，而且脾气暴躁，后宫3000男宠。我要是进宫了，被2次宠幸之后，在这后宫之中勾心斗角，我再被干死，不如跟我的西月姑娘逍遥人间，岂不快哉？什么又胖又丑，脾气暴躁，到底谁在造谣？是谁在造女帝的谣？造谣？你跟女帝认识？哼，我家公子在京都手眼通天，当然跟女帝认识。那还不赶紧找人把咱俩给放了？
这你家公子嫖娼被抓，传到京城多丢人！哎，这好像不是去官府的路。你们不是云州官兵？我们是官兵，只不过下班后做点兼职，杀2个人，趁老子还没有大开杀戒，你们还不快滚！我这不当人子的老爹还真是不当人子，这么快就对我动杀心了。云州谁想杀朕？难道朕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？兄台，快走，此事与你无关。哎，废物，快走，免得你受牵连。你疯了吧，兄台？他们是冲我来的。你个纨绔也值得被杀？说，你们是来杀谁的？抢着找死！既然你们想死，那就成全你们，把他们统统都杀了！说，谁派来的？别，公子，他服毒自尽了。好毒辣的手段，给我查，一定要揪出幕后黑手。是。谁在装神弄鬼？白衣胜雪，渐渐代洗，这是。收我日月宅行谶，世间污我者万仞，宰下席闷垂靴。天下3大剑客之一，塞北万名山庄之主，杀人只为追求艺术的西门吹雪，听起来很厉害了呀。哎，兄弟，敢不敢转过来说话？既想目睹我真容，那我便让尔等欣赏下我的绝世容颜。快，转过去！别亮瞎了我这钛合金的狗眼！小子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，等我杀了2位小姐，就顺手超度了你。你什么档次啊？还想超度本少爷？兄弟，刚才是我误会了，看来的确是来杀你的。西门吹雪，是谁派你来刺杀我的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本剑客从不问私人的身份，见我真容，在场的诸位已是私人。狂妄！想杀我家公子，得先过我这关。听闻西门吹雪剑术了得，那就来领教一下。公子，我们不逃跑吗？好什么？这比电影院里爽多了。现场直播，岂能错过这次机会？动作片、电影，公子，我们现在不逃跑，可能会被杀的。公子，放心吧，本公子文武双全，不会有事的。来，嗑把瓜子。在这世界上，还没人能伤得了本公子。区区西门吹雪，不值一提。这个纨绔，我的侍卫拼死战斗，他却在这里泡妞看戏。自当危急关头，还有心情左拥右抱，真是个色逼。周凡，你不害怕吗？怕什么？不是有你侍卫吗？我一眼就看出你的侍卫是个绝顶高手。哼，算你有点眼光。薛影可是大前王朝5大高手之一。兄台，你这侍卫好像不行了。有事没？薛影残魁打不过西门吹雪，
公子快逃！我会为公子争取一盏茶的时间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嗑瓜子儿？我有强迫症啊，不嗑完手里瓜子我会很难受的。再不跑，我们真要没命了。跑？为什么要跑？不跑会被杀的。杀？区西门吹雪不值一提，换等侍卫下来吧。我去会会这西门吹雪。公子，虽然只是个侍卫，但也是个美人儿，死了也怪可惜的。你疯了！西门吹雪可是绝世高手，有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的能力，就算是云州府所有官兵来都阻止不了。你就是个纨绔子弟，凭什么跟西门吹雪对抗？凭什么？就凭我这3年潜心研发科技，研制了大量的秘密武器，西门吹雪根本不值一提。公子，你怎么还不走？我撑不住了。哎，美女，你都吐血2次了，再冲上去会没命的。就由我来对付西门吹雪吧。交给你。你要去对抗西门吹雪，我作为大前5大高手之一都打不过他，你这个纨绔去了只会送死吧？你不行不代表别人不行，好好看着我是如何灭掉西门吹雪。小小万苦还敢扣除矿焰，放眼整个天下，还没有人敢说灭掉我西门吹雪。海岛尽头天作岸，剑术决定我为锋。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下我的剑术。先斩了你，用你的人头击剑。哎，给我准备一下。你这纨绔莫不是个傻子呀？以为一块铁皮就能挡住我的剑？我这无削长剑，剑锋3尺7寸，净重7斤13两，削铁如泥。该死，我就不该相信你！你要是害了我家公子，诛你10族都不够！你在跟我开玩笑？这就是你口中的秘密武器？一块铁皮能有什么用？哼，没见识！这是我秘密武器的核心触发装置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啥东西钢铁侠？本剑可知道可多侠客，从未听过江湖上有叫钢铁侠。就凭这堆普通烂铁，也敢称为神兵利器？就是面对千锤杀人也不准计，我劝你们处处离去。今夜之后，咱大家都就负责了会了。狂妄无知！就这个大铁盒子，最多就增加一点防御，还能移动杀人不成？有那打造这铁盒子的功夫，你还不如练练金钟罩、铁布衫儿。周凡，你太天真了！就你这铁盒子，西门吹雪一剑便能破之。周凡，不要逞强。我不想连累你，此事与你无关，带着西月姑娘走吧。西门吹雪，你要是敢伤害我公子，大千王朝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威胁我？哼！你以为你家公子是大千权贵？我乃大千王朝当机。有了，我周凡接受不清不对，接受诽谤，就算耶稣来了。生死存亡之际，愿舍弃生命共患难。此等重情重义之人，真的是个纨绔吗？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先斩了你！嘿！咋就可能？我这无效长剑乃9天玄铁大造，怎么破不了这铁片？挡住了！
周凡竟然真的挡住了西门吹雪的剑招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本剑客纵横天下数载，使用了玄天神剑，竟然断了！西门吹雪的剑断了，这铁盒子如此坚硬，若非亲眼所见，实在难以相信。这要是传出去，便会名震江湖啊！没想到周公子不仅才华横溢，武术造诣也如此之高呢。能成为周公子的小妾，真是西月的荣幸。这曾经是老娘的未婚夫。万苦小儿，你别得意，本剑客还有绝招未用。此招乃我潜心研究20载，一旦使用，天地变色，日月无光，一切都会泯灭。死之前能见到我这绝招，你也算三生有幸。绝招？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一剑飘雪？传闻此招可剑扫千军，威力极大，江湖上没人可接得下，只有另外2大剑客勉强能接下。周帆，切不可大意。完了，就这个铁盒子是挡不住一剑飘雪了，去死吧！这咋可能啊！这咋可能啊！我的一剑飘雪天下无敌，竟然都破不开这个铁盒子，这究竟是个啥妖物？挡住了，一剑飘雪被挡住了，公子，我们有救了！好，周凡，你若能救了我，击杀西门吹雪，我记你大功。哼！你这笨重的铁盒子只会增加一点防御罢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要如何击败我！是何人如此猖狂，敢挑衅3大剑客？西门吹雪，你真没命，给我们3大剑客丢人！看来2位与我一样，都是受人之托前来杀人的吧？一剑袭来，天外飞仙，蓝云城主叶孤城，大到无我之境的剑魔，独孤求败，完了，3大剑客联手，天下无人能敌，我们没有活路了。周帆，都怪你这个乌鸦嘴！不知小二狂妄自大，你是真不知道俺们3大剑客齐聚意味着啥？这天下还没有一人值得俺们3大剑客同时出手，这次你死定了！吹雪兄，多年未见，未曾想你实力倒退如此之快，连个黄毛小儿都打不过。看来以后这3大剑客只剩2位了。没错，你已经没有资格和我们齐名了。2位，万不可大意，这纨绔的铁盒子防御力惊人，得咱们3个合力才能劈开呀！笑话！我叶孤城一生行事，何须跟人联手对敌？我剑魔无敌天下，对付一个黄毛小儿，还用和2位联手吗？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？
中，我很欣赏二位的傲娇。纨绔，如果你现在跪下磕头求饶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我的剑从不杀无名之人。我的目标是你身后的人，不要为了逞英雄葬送了性命。周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敢嘲笑两位剑客？公子，等下我为您拖延时间，快走吧。周帆，你可有把握？好，我就信你一次。公子，不可呀！你的性命关系大前王朝命运，怎可托付给周凡这个纨绔？况且这是三大剑客联手，他怎能打得过？我意已决。这天下还没人敢这般嘲讽我，小子，你找死！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我便满足你。剑西来！孤独九剑。败了！叶孤城和独孤求败都不是周凡的对手，没想到天下竟有人真能打败三大剑客，传出去恐怕没人会相信。作为江湖中人，能见证这场大战，当真是三生有幸。干得漂亮！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我说你们这3颗老葱就这点实力，我还没用绝招呢，你们就倒下了，真不堪一击。小子，你别得意，刚才是我大意了。这钢铁侠能攻能守，老夫一生行走江湖，从未听闻此等神器。西门吹雪，快与我等共同对敌。叶兄，请保持你刚才的傲娇。西门兄说笑了，既是受人委托，联手杀掉目标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3人联手，定能杀掉钢铁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钢铁侠的实力超出认知，老夫决定不趟这趟浑水了。两位，好自为之。废物！我与尔齐名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我要拼死完成委托。独孤兄，我2人……抱歉，叶兄，老夫身体不适，要回去休养。下次再来取这小子的狗命。你们真阴险，竟想偷偷离去，让老夫独自面对。哼！我必血战到底！站住！不准走！交代出幕后之人，我可以饶你们性命，否则钢铁侠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没错，就是如此。无可奉告。别以为有钢铁侠这件神器，就想杀我西门吹雪，哪有那求简单？我叶孤城来去自如，这天下无人能拦。我等腾空而走，我就不相信这个铁盒子它能飞起来不成？这是御剑飞行，没想到三大剑客的境界竟然已经恐怖如斯。如今天下也找不出第4人有此实力了。小女娃，你还算有些见识。周凡，来日你没钢铁侠傍身，本剑客必取你项上人头。微笑，那你们3个全都别管了，最后钢铁侠不会败。飞了！这钢铁侠竟然也能飞，了不起！此等神器，若被我所得，岂不可横扫天下？能飞又如何？我御剑而行，可日行千里。就你这笨重的铁盒子，能飞多快？我修行30载，内力深厚，可御剑飞行3000里，你如何追？老夫日行5000里。说不出垃圾，我跟钢铁侠好斗超人，可是跟钢铁侠的拳，别动不了。难得杀掉3大高手的机会，就这么让他们跑了？我见你都跑不了。我西门吹雪纵横天下，没想到竟然栽在了这儿。你这3个老兄不仅耽误我嗑瓜子，还影响我胃口。
杀人诛心，我死不瞑目。死了！纵横天下的3大剑客就这样死了，可惜未能问出幕后主使。公子，3大剑客身死，江湖要大乱了。周凡以一己之力击败天下3大剑客，说传出去，怕是要天下沸腾。周凡要名动天下了。这个纨绔，当真是个纨绔吗？幸好我来了云州，要不然还真被他给骗了。公子文武双全，德才兼备，西月真是佩服。是吧？公子还有更厉害的呢，一会儿回去让你好好见识见识。都怪这3哥老聪打扰了咱们的雅兴。你这个色批，3句不离女人，真是无可救药。兄台，此言差矣啊！食色性也，乃人之本性。更何况西月姑娘貌美如花，我倾慕西月姑娘乃是人之常情。巧言辞谎，你就不怕女帝知道？知道又怎么样？还能管得了我？反正我们都解除婚约了。是管不了，但如果你装纨绔的事被陛下知道，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？兄台，我们可都是共患难的嫖友，刚刚还一起经历生死，这么做未免太绝情了。行啊，你把钢铁侠给我，我就替你保守秘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拿你当朋友，你竟想白嫖我？这钢铁侠可是我花费巨资打造，乃是我压箱底的秘密武器，绝对不能拱手相让。那我买呢？我出50万两，够高了吧？此等神兵只有在我手中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50万两，打发叫花子，至少5000万两。5000万两？你抢钱啊？那可是大钱王朝1年的税收。那又怎么？这都是友情价。你信不信我拿到拍卖行能卖1亿两？没得聊了是吧？好，那我就将情况如实禀告陛下。哎，兄台，高抬贵手。这样吧，我的秘密基地里还有很多宝贝，虽然不如钢铁侠，但也是1等1的神器。我让你慎选3件，怎么样？行啊，我倒想看看你还有什么神兵利器。哎，兄台，还不知兄台大名？秦夏。这秦夏笑起来竟这般迷人，该死！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纨绔装久了，连取向都要变了。拜见王爷。事情安排的怎么样？回王爷，一切顺利。我已经查探到女帝下落，已经派人去自杀她了。女帝身边有大前5大高手之一的雪影，你派的人是否可靠？哼，王爷放心，我已经委托天下3大剑客去刺杀女帝，她这次插翅也难逃了。你竟然能同时请得动西门吹雪、独孤求败和叶孤城3大高手啊！是，老臣当年有幸帮助过他们，结下渊源，如今3大高手齐出，也算是还了老臣的恩情。好，很好，3大剑客齐出，就算是面对千军万马，也能轻易取女帝首级呀！这女帝就会必死无疑。周国公啊，这件事办得非常好，本王要重重奖赏。多谢王爷，能为王爷办事是老臣的荣幸。哈哈哈哈！父亲，儿臣有要事禀告。说吧，是不是刺杀女帝成功了？失败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那3位怎么会失败呢？就凭女帝身边的那个雪影，他怎么可能挡得住那3个人？难道说女帝身边的亲卫也跟着去了？即便如此，那也不可能挡住3大高手啊！雪影自是挡不住，亲卫军也没来，是周凡救了女帝。说什么？周凡？胡说八道！那周凡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吗？一个纨绔而已，他怎么可能做得到？周凡是纨绔，但他有一件名为钢铁侠的神兵利器，
周凡就是靠钢铁侠击败3大高手，救下女帝。钢铁侠，他在国公府生活了20几年，我怎么从未听闻？儿臣也未见过，但是据说此神兵利器坚硬无比，而且力量非凡。这个逆子，他是一定要跟我作对吗？你马上去通知3大剑客，让他们伺机而动，一定要刺杀女帝。我就不信周凡会一直待在女帝身边。3大高手已经死了。什么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3个人可是天下绝顶高手，是跺跺脚就能让整个江湖颤抖的大人物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杀呢？父亲，情报确实如此啊。又是周凡。是的，周凡使用钢铁侠，瞬息之间就轻易击杀了3位高手。钢铁侠，天下还有这等神器？周国公，你养的好儿子，好不容易找到的刺杀机会，竟然被你儿子给搅黄了。逆子，逆子！早知道就不该将他赶出府，而是直接把他杀了。王爷，请给老臣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老臣一定将那逆子的头给带回来。本王要他的人头有什么用？钢铁侠这等神器，若是被本王所得的话，那岂不是能横扫天下？别说夺得大千王朝地位，就是横扫6国，成就千秋霸业，那也不在话下啊！王爷英明，臣一定将钢铁侠夺过来献于王爷。怎么说，他周凡也是我的儿子，我就不信他会忤逆我。好，这件事本王就交给你去办。事成之后，本王登基以后，你便是丞相。多谢王爷，臣这就去寻那逆子。等等，让你联系大千3大江湖门派的事办得怎么样啊？启禀王爷，臣已与那天机阁阁主沈炼、盐帮帮主向啸天以及万金商会会长沈万三进行沟通，他们欣然答应支持我们起事。天助我也啊！如今朝堂大部分官员都臣服于我，再加上3大江湖门派以及神兵钢铁侠，我倒要看看女帝拿什么跟我斗啊！王爷，还有一事，老臣豢养的10万私兵已经装扮成山贼，驻扎在云州10万里的山里，随时可调动。好，待我获得神兵钢铁侠之时，便是我们起事之日。来，欢迎光临。这叫无人机，使用后高空飞行，可观察数里外敌军的情况。这么神奇？若两军交战，使用此物，岂不是可查看数里外的敌军动向？的确如此。这岂不是传闻中的千里眼？这个是窃听器，安装之后可偷听别人说话。若两军交战，使用此物，岂不是可听到敌军战术？那这是传闻中的顺风耳。这个呢，就是传说中的对讲机了。使用后，让2个人或多个人相隔数里进行沟通交流。这么神奇？如果两军交战，使用此物，再配合上千里眼，岂不是可在千里外指挥我方大军？当然没问题。这是传闻中的武学千里传音。没错。我发现你很适合去说相声，当捧哏。这个呢叫做 AK， 乃是杀伤性武器，就算是秦夏兄你使用，都可以轻松斩杀西门吹雪这等高手。若两军交战，我方士兵都装备此物，岂不是可以以1敌10000？以1敌10000有些夸张了，不过以1敌1000倒是问题不大。你们总说两军交战，你难不成要造反？哼，我造反？整个天下都是女帝的，我又对女帝忠心耿耿，怎会造反？那就好，我可不想当什么乱臣贼子啊。没想到这个纨绔觉悟这么高，
不愧是曾经和朕有婚约的男人。这些东西我甚是喜欢，能不能都给我？哎，不行，这些东西说好的只能选3样啊，这都是我为女帝准备的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，这些东西你是打算当成聘礼送给女帝的？啊不，如果女帝不同意退出，我就造反。大胆！老子眼先看我一剑劈了你！哎，你这可是在玩火，这可是我的地盘，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，让你跟那3根老葱在阴曹地府打麻将？就是死也要捍卫女帝！一说女帝你就急，真是女帝脑残粉。女帝有什么好的？荒淫无道。女帝不好吗？你就这么厌恶女帝？女帝简直是昏庸无道。后宫3000男宠都不够她释放的，去年让户部拨款30万两银子，怎么着？大兴土木，修建建贤寺，纳入了大量的人才大士，说是在寻找人才。入寺才3个月之后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3天之后，那些人才面色铁青，脚步浮肿，四肢无力，这明显是被榨干了，是不是昏庸？是不是淫荡啊？你找死你！你打本公子做甚？若不成，秦夏兄也入了司，被女帝临幸过？下流！你这个纨绔思想简直是龌龊！那些才子是去参加考试的。谁信呢？算了，你2位自便吧。本公子要和新月姑娘共度春宵去了。等一下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好东西？保平安的男女房事必备之物，如果你们喜欢，我可以去取点，去青楼很方便的。无耻！你简直太无耻了！你不能和西月同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和女帝有婚约，就算是解除婚约，那也是女帝的人。万一陛下反悔，想重新履行婚约怎么办？兄弟，别搞笑了，这圣上之言岂可儿戏啊！如果他真要跟我复合的话，那我就造反！不陪2位了，2位自便啊！陛下生的可真好看，需令一见女子都痴迷。可是周凡的纨绔，据说朕又丑又胖，脾气暴躁，还有什么男宠一堆。可这明明都还未嫁人。那是他有眼无珠。陛下您如果恢复真容，周凡呀看到了肯定后悔，到时候上赶着巴结您都来不及呢。真的？嗯。陛下，您该不会是看上那个纨绔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朕怎么可能看上那个纨绔？那咱们什么时候回京啊？最近朝堂动荡，反对您的声音越来越多，周边小国都对我大秦王朝虎视眈眈，形势不容乐观。不急，朕还要看看周凡还有何隐瞒。打造钢铁侠需要斥巨资，可他个纨绔哪来这么多钱？朕必须要查清楚。可是您不坐镇京都的话，八贤王会趁机控制朝堂，威胁您呢。无妨，反正这个朝堂上效忠朕的官员也没几个，朕需要好好培养自己的人才。这个周凡虽然纨绔好色，但为人正直，而且他手里有钢铁侠、千里眼、顺风耳等神兵利器。如果他能为朕所用，朕便能逆风翻盘。陛下，你要将大秦王朝的命运寄托在一名纨绔身上吗？陛下三思啊！这个纨绔，不，这个装了3年纨绔的周凡身上有太多秘密，值得朕去赌一把。臣知道了。陛下，这个房间隔音不太好。混蛋，薛影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朕阉了这个无耻之徒！我，这是何物啊？公子，这是周国公府送来的请柬。
邀请您明日去参加周国公50大寿的寿宴。不去。公子，送请柬之人特地嘱咐我的，说您一定要去的，说有要事要相商。千机阁阁主沈炼，万金商会沈万三，联邦项少天，叩见主上。起来吧。这3位都是大前王朝响当当的大人物，他们竟然称周公子为主上。昨日3大剑客刺杀的事情调查清楚了吗？主上已经查清，是您的父亲周国公安排的。果然是我那好父亲。3大剑客出手，好大的手笔。秦夏兄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主上，属下无能，没能查到秦夏的身份，只知是宫中之人。沈炼，你个废物，查不清楚，万一伤害到主上怎么办？殿下3大剑客威名赫赫，主上为了安全起见，请随我回盐帮，10万派众护你安全。哼，区3大剑客也配让主上躲藏？他们已经被主上杀死了。什么？主上实力超群，属下佩服。区小事不值一提。哎，你们深夜到访还有何事？周国公找到我等。我这好爹还真是个不安好心的贼子啊！本来我们以为有您参与，这才答应下来，不然周国公都进不了我沈家的大门。是啊，主上，要不是看在您的面子，周公他算个屁！做得不错，继续和周国公保持联系，我到底要看看他能掀起什么风浪。是。刺杀之事可有眉目？暂未查出。那周凡制造钢铁侠所需的大额资金来自哪里？可查出了？暂未查出。一问3不知，要你何用？啊，请陛下恕罪。不过臣得到情报，周国公私养10万军队，目前已经伪装成山贼，驻扎在云州10里外的山林里，图谋不轨。好啊，这八仙王还没跳出来，周国公倒坐不住，都想造朕的反。那这天下让他们管好了。陛下息怒。区一个周国公，朕自然不会放在眼中，但他是周凡的父亲，这就很棘手。陛下，臣有一计，不如将情况如实告知周凡，也可考验下周凡对大秦的忠心。如果有异心的话，可提前做对付他的准备。好主意。秦夏兄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正好，我也有件事和你说。那你先说。还是你先说吧。我举报我爹周国公意图谋反。何出此言？派人刺杀你是我爹做，在云州外有10万山贼，是我爹的私兵，他联络了江湖各地门派人帮助他。好家伙，朕的人屁都没查出来，周凡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消息的？即便如此，周国公是你父亲，你这样出卖他，恐有不妥吧？那又怎样？我与罪恶不共戴天。作为大钱子民，我坚决拥护女帝的统治，此心昭昭，日月可见。好，我心甚慰。不管是击杀3大剑客，还是举报周国公谋反，你都立了大功。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，我去跟陛下要。让你进京为官怎么样？不，秦夏兄弟误会了，我真的不想当官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去跟女帝说，千万别复活，我真的不想进宫当男宠啊。那你准备怎么做？他不仁，就休怪我无义。明日是我爹50大寿，我去会会他。那明显就是鸿门宴，你当真要去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陪你一起去。无礼！放肆！把你的脏手拿开！别这么小心眼儿，楼下怎么了？像个娘们儿一样。身上怎么这么小？哟，这不是丧家之犬周凡吗？怎么，
在外流浪几日活不下去了，知道周国公府二公子身份的重要性，借着祝寿为由，求周国公府收回成命。我还真根本不稀罕，若不是他周长风邀请我来，我都懒得来。可笑，亏你想得出这么拙劣的理由。你不过是被抛弃的垃圾，周国公会邀请你？想要参加寿宴，都必须有请柬，你有吗？你为了进周府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如果不是我也有请柬，真让你给骗了。看看，这才是真的请柬。理解，你这种垃圾呀，也没机会见到。这样，你跪下来狗叫几声，我替你在周国公面前美言几句。林峰啊，林峰，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是国公府的一条看门狗啊？看门狗也比无家可归的丧家犬强。今天只要我在，你休想踏进周府半步。何人在国公府门外喧嚣？看门狗，这主人来了，可以去邀功了。周大少，刚刚这个废物想进国公府，被我拦下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替您好好收拾他。放肆！周凡乃卧府贵客，敢拦他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什么？他是贵客？怎么可能？二弟，你可算来了，让为兄好等啊！哎，周大少，注意你的言辞啊！我现在跟周国公府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我只是你请来的宾客。是，请进，家父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哦，怎么样，被打了吧？想当一条好狗，就要记住，没有主人的允许，切不可擅自行动。可恶！周凡，你不仅抢走我的女神西月姑娘，还自私侮辱我！不报此仇，我林峰誓不为人。师圣离文还有多久到？在路上，马上就到。很好，今天我一定要让周凡身败名裂。父亲，周凡已到。好，进入了周府，生死便由不得他了。得到钢铁匣后，立马就杀了他。这个逆子，害得我在王爷面前颜面尽失，简直罪该万死。是，父亲，我已戒掉了盐帮数百位江湖高手。这次周凡插翅难逃。快了，快了！我马上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丞相了。周凡，你的麻烦来了。你这纨绔真能惹事。漂亮小丑吧？我靠，这个秦夏笑起来怎么这么好看？完了完了，难道我真的变弯了？周凡，滚出去！那日你在天香阁，你靠着抄袭诗词赢了我，骗了西月姑娘。我等不屑与你这抄袭狗共处一屋，滚出去！丧家之犬！肯定是抄袭的，不学无术的纨绔会写诗，说出去都是天大的笑话。各位，有没有点新花样？说我抄袭又说我抄袭，我抄谁了？当然是诗圣。就诗圣那点浅薄才学，我抄他，我就给他100年时间，他也写不出这样的诗赋。何人敢侮辱老夫？何人敢侮辱老夫？李老先生，您终于来了。老夫再不来，恐怕名声都要被某些无知小辈给毁了。活的诗圣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传奇人物，真是荣幸之至啊！李文是我大前文坛领袖，岂是什么阿妈狗能相提并论的？什么档次，也敢自称诗圣？狂妄小儿！老夫纵横诗坛的时候，你还在襁褓里吃奶，你有什么资格质疑老夫？周凡，你抄袭诗圣的诗也就罢了，面对诗圣，不仅不知悔改，还侮辱诗圣，目无尊长，简直是我大前读书人的耻辱！说我抄袭，拿出证据。还要什么证据？
整个大千王朝，除了师圣能写出传世诗赋，还能有谁？就是师圣名扬天下，传闻能10部做一首诗，且是传世之作。如此盖世之才，岂是我凡人能比？如凡，当着师圣的面，你还敢装逼？放眼整个大钱，除了李老先生，谁还能10部一诗？你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口气未免太大了些。老夫3岁作诗，10岁出名，20岁便名扬天下，30岁才做到10部一诗。我不算盖世之才，莫非你算？好好，如果诸位你们评判标准是10部能做出一首诗就是盖世之才的话，那我3部成诗，而且句句都是传世之作，那你们又怎么看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说你能3部一诗，还首首是传世之作，哼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公子，这纨绔真敢说哎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确实夸张，我从未见过能3部一诗之人。就算周凡有才华，他也做不到。放肆！这简直是在侮辱我大千文坛！3部一诗，老夫闻所未闻，就是大周王朝的诗仙都不敢出此狂言。那是你没听过，不代表没有。好，纨绔小儿，你可敢与老夫比一场？老夫定让你原形毕露！纨绔小儿，你可敢与老夫比一场？老夫定让你原形毕露！有何不敢？你敢跟林文师圣比试，你找死啊！不要冲动，李文乃大千第一师圣，你虽然也有才华，但肯定比不过黎文。放心吧，区区师圣我还没放在眼里啊。说吧，老头，你想怎么比？老夫以一炷香为限，作诗3首，而你狂言3部一诗，便以此为限，作诗3首，然后让在座的诸位评判，看谁的诗好。如果3部没做出诗，就算你输。这么比不公平，3部一诗何其困难？凭什么周凡不能以一炷香为限？这可是这个纨绔自己说的，怎么敢说不敢做了？没问题，不过赌注是什么？你疯了？真把自己当作诗天才了？你这样做是在往火坑里跳，就这么想丢人？你自己丢人不要紧，让我家公子跟着一起丢人，简直罪不可恕。老夫若赢，你就当众承认自己是废物，并且此生不再作诗。若你赢了，老夫便将这诗圣的位置让给你。不行，不能答应。你若不作诗了，谁来振兴大千文坛？振兴文坛？就这个纨绔，你也太瞧得起他了。周凡，我要加赌注，如果你输了，我要让你下跪给我磕头道歉，并且把西月姑娘还给我。若你赢了，我就当狗从这里爬出去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最喜欢这种看人做狗了。我赌了。你能赢了再说吧。这个纨绔敢和师圣比试，真是愚蠢至极。自李老先生成为师圣后，还无人敢向他挑战。这次有好戏看了。明明是个被赶出国公府的丧家之犬，竟敢如此嚣张，真不知道谁给他的勇气。这回周凡必然会身败名裂，成为人人唾弃的败类。周国公道！拜见国公。免礼免礼。李老大驾光临，令我这国公府蓬荜生辉，鄙人经常拜读您的诗，时常在想是什么时候能与李老先生促膝长谈呀。国公客气了。李老先生，鄙人有一事相求，逆子周凡多有得罪，还望您宽宏大量，不要跟我那逆子一般见识，收回比试吧。他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怎么可能比得过您呢？既然国公开口了，老夫便给你个面子，但周凡必须要为他的妄言和无礼向我道歉。逆子，还不过来给李老先生赔罪？不比了，太扫兴了。周凡不是被赶出国公府了？说到底是亲儿子，周国公肯定会护着他。这什么路数？周国公慎言啊！我就是一个贱婢所生的庶出，我没有资格入这国公府。我的事就不劳你操心了，管好你自己吧。你
为夫这是在帮你。用不着。既然你想出手，那我也不拦你。一会儿别灰头土脸的过来求我替你解围，跟师圣比做事，真是愚不可及。老头，开始吧，别耽误时间了。这么着急送死啊？那我满足你。我宣布，诗词大赛开始。废物，你已经走了2步，还未做一句诗，再走一步你就输了。果然只会装腔作势，浪费老子时间。看这纨绔还不知道游戏规则吧？周凡，你到底能不能想？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这纨绔竟能做出如此豪放的诗句，跟在青楼完全不是一个风格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好豪迈潇洒的诗句，是怎样的心胸和格局，才能写出这般磅礴大气的诗？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3步成诗，周凡竟然真的做到了，而且还是传世神作。这首诗怎么样啊？也就是一首诗而已，代表不了什么。虽说是3步成诗，可接下来你还要做2首诗，看你如何应对。不当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这首诗又怎么样？1步成诗啊！周凡是何等天才！又是一首传世佳作。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星如雨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却在灯火阑珊处。这首诗又怎么样啊？这真是惊天神作，意境太深了，我等俗人理解不了啊！惊世骇俗，比前2首更要好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这最后一首诗是为朕做的吗？这个纨绔也不是那么令人讨厌啊。诗是好诗，但又能说明什么呢？等待李老先生做完3首诗，再做评比，才能决出胜负。李老，你在干什么？快写诗啊！还写个屁呀！别说遗嘱箱了，老夫就是累死也写不出这等绝世好诗。李老，您不能自暴自弃，您可是诗圣啊！放屁！在周凡面前，我根本没资格被称为诗圣。我的那些诗与周凡比起来，完全就是垃圾。周凡，不用比了，老夫输了，输的是心服口服啊！只有真正的诗仙诗圣，才能做出这样惊艳万古的诗啊！现在知道我的实力了吧？啊，是老夫愚钝了，刚才还以为你是妄言狂言，却不知是真正身怀万古大才的诗人啊！这诗圣的头衔，你当之无愧，也当仁不让啊！连李文老先生都臣服，还成为新的诗圣，这周凡身怀大才，
先是击杀天下3大剑客，如今又让诗圣甘拜下风。周凡这纨绔，当真文武双全。过奖了，过奖了，我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老夫有一事相求，请周师圣务必答应。说，老夫想把您刚才做的3首诗抄录回去，日夜拜读，以了解其深意。老夫还想将这3首诗传遍大秦王朝，让天下百姓都能读到您的诗啊！小问题，忍了。谢谢周师圣，先生大义。众里寻他千百度。林峰，干嘛去啊？是不是忘了我们刚才的赌约了？像狗一样爬出去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周凡，你别逼我。现在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了。刚才赌注的时候呢？不就是爬吗？爬就爬。哎呀，想让我放过你，做梦！周凡成为新诗圣，大秦文坛要变天了。年纪轻轻又有如此成就，果真是我大秦之幸啊！好，好，不愧是本国公的儿子，果然才气出众啊！你这父亲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所以周国公邀请你来寿宴，到底是什么目的？别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值此家宴，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我决定让周凡做国公府世子，未来有机会继承国公。庶子生世子，周凡这是要直上青云啊！纵观大秦王朝，可从来没有庶子被升为世子的先例啊！之前周凡被赶出国公府，现在却直接继承世子，想必这次周凡没有拒绝的理由了。此等泼天富贵，周凡定会对周国公感激涕零啊！二弟，父亲都晋升你为世子了，还不赶快谢恩？哼，儿子谢过父亲。公子，这个纨绔在搞什么鬼啊？难道经不住世子身份的诱惑，要回国公府？王儿，你能回家，为父非常高兴。二弟，今日乃父亲寿宴，你可准备寿礼？不知父亲想要何寿礼啊？为父听说你有一件名为钢铁匣的神兵，我很好奇啊，能不能拿出来让为父见识一下？当然，还见识什么？不如直接当寿礼送给父亲。哎，如此甚好。周凡啊，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把钢铁匣经送给西月姑娘。放肆！区区一个花魁，还比不上父亲吗？还真比不上。混账！你是在戏耍我吗？呵呵，看来你还不傻。什么破世子，本公子根本不稀罕。疯了，这纨绔疯了，连世子爵位都不要了。区区一个庶子，竟敢如此狂妄！请国公重罚这个纨绔。逆子，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当然，被你赶出国公府的那一刻起，我便不再是周家人，更不是你儿子。周国公，若无事，你就先告辞了。来人！你以为你能走出国公府吗？交出钢铁匣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这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为了钢铁匣，你还真是大费周章啊！周凡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的道理不用我教你了。钢铁匣这种神兵利器，你把握不住，交出来吧。我若是不交呢？那我就先杀了你，再去拿钢铁匣。真是心狠手辣，幸好我也没准备放过你。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恐怕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吧？我府上有数百位江湖高手，而你呢，只带了一个人。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周国公，你不会以为周凡来国公府没有任何准备？区区百位江湖高手，在钢铁侠面前不堪一击。那个钢铁侠我没带。什么？你没带？那现在怎么办？谁说我只带了一个人？啊！
沈炼、沈万三、向啸天，这3位可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大人物啊！你不会是想说这几位是你请来的吧？自然是他们3位。这怎么可能？朕请这3位都很困难。这可是我请的贵客，一个庶子恐怕连见他们面的机会都没有。请上座。周凡，有3大帮主在此，今日你在劫难逃。没想到周长风勾结了江湖3大势力，如果他们也参与到造反中，必动摇我大剑根基。放心吧，他没这机会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如此狂妄，本国公再问你一句：这钢铁侠交是不交？不交！来人，拿下这个逆子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公子，你快走，我会拼死拦住这些人的。向啸天，你这是何意呀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指挥我盐帮？拜见主上！拜见主上！起来吧。主上，你是3大江湖势力的幕后首领，惊不惊奇？意不意外？这个纨绔竟然连3大势力都是他的。周凡，你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这怎么可能？周国公，都跟你说了，他们是我带来的人，你就是不信呢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一个庶子，这是个纨绔，他怎么可能是你们的主上啊？放肆！当我等是傻子吗？主上都不认识的话，那我还配活着？敢侮辱主上，你该死！周国公，怎么样？现在整个周府都是我的人，你怎么杀我？逆子，你这些年藏的可过深的。原来你装疯卖傻是为了隐藏自己。我说过我要光耀国公府，但你不信呀。我还说过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后悔？我后悔没能在你出生时杀了你。我辛辛苦苦谋划了几10年，没想到就毁在你这个逆子手里。乖乖当你的国公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造反呢？还想借我的人？经过我同意了吗？知道又如何？我一个3朝老臣，最后换来了什么？问我国公又如何？那边到云州这弹丸之地，没有任何权利，甚至连县令都不如。我不服！自作孽不可活！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，移交官府。逆子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我没有后手吗？何人敢在国公府放肆？国公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是老夫来晚了。不晚，赵太守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你是何人？老夫乃云州太守赵毅。你们这些江湖门派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国公府闹事，是要造反吗？确实有人造反，不过是周长风。荒唐！周国公乃3朝老臣，是先帝亲自册封的1等公爵，是大清王朝开国功臣。你要说他造反，哼，本官第一个不相信。赵太守，这是周国公与我们来往的书信，里面明确表现出造反之意，你一看便知。赵大人，他们肯定是在诬陷我，你断不可相信。哼，你大胆，竟敢诬陷国公，这一条罪名就够你们吃牢饭。你看都不看就说我们诬陷，本官相信国公。赵大人，劳您费心了。我这个逆子率领一帮江湖人士来我的舍院大闹，甚至还逼我立他为世子。赵大人，麻烦你将这个逆子给我拿下。既然是国公要求，本官自然照办。来人，将周凡及他的党羽给我拿下。这个太守还真是糊涂，我可不想与官府发生冲突。哎，秦家兄，该你出场了。作为宫中之人，对付一个太守应该不成问题吧？你调查我？沈炼说的，你不听都不行。赵毅，你可认得此令？大内令，你怎么可能拥有此物？赵毅，作为云州太守，你不问是非，攀附权贵，这就是你的为官之道。哪来的毛头小子，竟敢质问本官？来人，一并拿下！赵毅，瞪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，我是谁？
参见陛下。陛下如此器重，你就是这样回报陛下的？老臣不敢呐。陛下这是不想暴露身份。赵大人，此人到底是谁？为何你会如此惧怕？本官得罪不起之人。小兄，你竟是个女人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早该想到的。小子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等我杀了2位小姐，就顺手超度了你。我就被她的笑容给迷住，原来是个娘们儿啊！如此甚好，说明我的性取向没问题。关键是这娘们长得也太好看了吧！秦夏这个名字也是假的吧？我叫秦夏月。隐藏的也太深了吧，还女扮男装。我要是不女扮男装，万一被你这个色批盯上怎么办？张毅，周国公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，还不把他抓起来？是，臣遵领命。来人，给我将这反贼拿下！周长风啊，周长风，差点就上了你的当，被你诱骗，做出大逆不道之事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老子还没有输，我还有最后一张底牌，拿出来吓死你们！你的底牌就是云州外面的10万私兵吧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别忘了，我的千机阁是干什么的？知道又如何？区区云州如何抵挡我10万大军？我劝你们乖乖投降，否则我将踏平云州。10万大军藏身云州外，周国公休要恐吓本官。本太守刚刚剿匪回来，怎么没看到你的军队？报，太守，云州城外突然聚集了10万大军，似要攻打云州。什么？完了！秦姑娘，快随老夫走吧。好，你作为云州太守，不率领军队拼死抵抗，却要临阵脱逃，抛弃云州百姓，难道就不怕陛下砍你脑袋吗？不是本官不愿抵抗，实在是无能为力啊！云州守军只有5000，如何抵挡得住10万大军？这不是以卵击石吗？那也不能逃，就算只有1兵1卒，也要拼死保护云州。云州守不住的，等云州破城，我要让云州成为人间炼狱。不如这样，我们把周长风放了，如此10万大军就不会攻打云州，百姓也不必陷于战火之中啊。不行，周长风绝对不能走。区10万大军，本公子根本就没放在眼里。你这纨绔好大的口气！你看过战场吗？知道10万大军是什么概念吗？你可有御敌良策？秦夏月，大美女，你请放心，这10万大军我弹指一挥间即可覆灭。好，那我就将云州5000守军全都交由你指挥。秦姑娘，这纨绔明显在大放厥词，切不可相信。我云州5000守军怎可交于这种废物指挥啊？不需要，我率盐帮帮众抵御即可。可笑！就算你有钢铁侠这等神兵护身，那又如何？还能抵挡10万大军吗？你养的那些散兵还用不着使用钢铁侠。来人，给我绑着这个老登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是如何击溃这10万大军的。周凡，我10万大军已经将云州包围，我劝你识相把我父亲赶快送出来，然后跪在我面前求饶道歉，我可以考虑给你留一条活路。完了，云州要沦陷了，这个纨绔就凭盐帮这群乌合之众，怎么能挡得住？乌合之众，我盐帮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以一敌万的高手。死到临头还大言不惭，真是无药可救。我从未听说过以一敌万，纨绔就是纨绔，吹牛都不打草稿，这样的海口一个光。你把老夫绑来就是听你吹牛的吗？啊！逆子，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赶紧把我放了，再把钢铁侠献给我，我就让浩儿撤军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弹琴？又在装腔作势，一把琴如何能御敌？这就是你的对敌之策。
难道你想用琴声吓跑城外的10万大军？简直是痴心妄想！秦姑娘，快跟老夫逃走吧！有我的青山在，咱不怕没柴烧。若凡，你到底行不行？云州数百万百姓的性命可都在你手中。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？ Check this out。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紧紧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，在我的怀里，你不用害怕失眠。开门迎敌！好你个纨绔，你的对敌之策就是打开城门投降吗？周凡，枉我对你如此信任，你居然拱手将云州让出去，太令我失望了。我的好儿子，你的选择是对的，负隅顽抗只会让云州血流成河。稍安勿躁，不把瓮打开，怎么捉鳖呢？逆子，你还想全歼我10万大军？做梦！这纨绔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城门怎么突然打开了？浩儿，这逆子在装腔作势，他手上只有一群盐帮帮众。我命你立刻率军入城，活捉周凡。儿臣遵命，10万大军随我入城救国公，剿灭乱臣贼子。这下想逃也走不了了，只能等死了。哎呀！周凡，你还不出手吗？将啸天，盐帮帮众何在？这是 AK 神器，竟然有这么多 AK！ 你想靠这帮乌合之众抵御周浩10万大军？你脑袋是被驴踢了吗？周凡，你有把握吗？这些 AK 神器真的能以一敌千？相信我，在热武器时代 ，AK 啊可是最经典的武器，而且威力极强。如此我便可放心了。秦姑娘，你怎么也跟着犯傻呀？这天下战役大小无数，从来没听说过500人战胜10万大军的。这太离谱了吧！放肆！我相信周凡。没错，我盐帮这500人是精锐中的精锐，是主上辛苦训练出的绝顶高手。再配上神器 AK， 击杀10万人，就跟玩一样。什么神器 AK？ 你不会就想靠这几根铁管子对垒我10万大军吧？啊？有何不可？这些都是我精心研制、花费巨资打造的。威力只比钢铁侠差了那么一丁丁。我不相信，神兵利器世间罕有，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？杀！开火！杀！本公子的加特林一袭3600转，这些凡夫俗体根本就抵挡不了的。这 AK 神器真能以一敌千啊！不可能，这是什么利器？就如此厉害？奇迹，这真是奇迹啊！挡住了，竟然真的只凭500人击败10万大军啊！哎，这后坐力真有点大呀，比本公子手都震麻了。又一件神器，这个色批明明如此有才华，竟装纨绔逼朕与他退婚，朕绝不原谅他。这完了，完了！我的10万大军彻底完了。怎么样？10万大军已经灰飞烟灭了，你的底牌也用之殆尽，这造反梦该结束。我不服，我不甘心！你个逆子，三番五次坏我好事，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想死没那么容易，
凭你一个手无实权的国公，怎么可能打通政商两界，偷养私兵？回去给我好好交代。妄想！我就是死也不会多说一句的。走，快点！你若是心有愧疚，我可以向陛下申请留周国公一命。千万，我这爹不讲爹德。如果你把他放了，不是给我添麻烦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云州叛乱已平，我要回京向陛下禀报。你立下数次战功，陛下定会好好赏你的。千万别啊！秦夏雨，我告诉你，可别瞎说啊！刚刚这可都是你的功劳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不过就是一介纨绔，无所事事。你们谁看见我立功了吗？没有，我就看见主上弹琴了。就是，我严帮是自愿帮朝廷的，跟我们主上可没关系。你们都睁着眼睛说瞎话！周凡，你不愿入宫与女帝履行婚约也就算了，甚至都不想与女帝有任何关系吗？朝堂斗争波云诡谲，一旦陷入便身不由己。所以呢，我不想要什么赏赐，也不想进宫当官，就想在这云州逍遥自在。等一下，如果让女帝把我许配给你，但条件是进京为官，你可否愿意？大胆！你竟然敢挑战本公子的软肋！你到底愿不愿意？愿意。若真能娶秦姑娘为妻，别说入京当官了，就算帮女帝横扫六国都不在话下。你想得美！就算天下男人死绝了，老娘也不会嫁给你这个色批。那我就继续在这云州逍遥自在啦！逍遥自在，朕偏不让你得逞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女帝诏曰：周凡平定叛乱有功，特宣其进宫面圣，论功行赏。什么？进宫面圣？秦夏月害我的清白要保不住了。周凡，你还不接旨吗？公公，我能不接吗？大胆！违逆圣旨是死罪。草民接旨。哼，进宫面圣是你泼天的福子，多少人想见陛下一面都没机会。公公，陛下和我解除婚约的圣旨也是你宣的吧？哼，正是本公公。没想到你这个纨绔，短短数日竟成为我大前平定叛乱的功臣，倒是小看你了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待。哼，没看出来你还是个真男人。收拾一下，随本公公启程。喜悦，这条前行的道路，你随本公子一起去。有公公相伴，我怕是难上加难呢。薛颖，朕这妆容怎么样？陛下，周凡一个纨绔进京，你有必要打扮的那么漂亮吗？什么漂亮？朕要的是威严。等朕与他见面，看他还敢不敢说我是又丑又胖还脾气暴躁的人。当着陛下的面说了陛下，周凡到时候肯定会被吓傻的。陛下，周国公已经招供，谋反之事全都说了。哦，这么快？他不是宁死不屈吗？挨了几大板就受不了，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。他说了什么？周国公确有谋逆之心，但这谋逆之事，他也不是主谋，他背后还有靠山。是谁？8贤王秦威。朕就知道，区区一个没有实权的国公，怎敢造反？朕的这个皇叔果然图谋不轨，觊觎大前皇位。刘勉，立刻调动禁军，待周凡进京后，协助他捉拿8贤王。陛下，为何要等周凡那纨绔？臣现在就率领禁军围了王府。不得妄动。8贤王既然谋逆，自然做了万全准备。周凡虽是纨绔，但朕相信他。陛下竟对个纨绔如此有信心。启禀王爷，周长风失败了。失败了？他有10万私兵，还得到了沈炼等人支持，怎会失败？是周凡，他是3大组织的背后首领，
这个纨绔怎么会有如此身份？不仅如此，周藩还有诸多神兵，将周长风10万私兵打得溃不成军。这个纨绔几次坏我大事，还真留不得他。王爷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我国已经派使臣入京，他们将助我完成大业。另外，本王还要再等一个人。臣拜见王爷。起来吧。10年前，本王将你安插到禁军中，如今终于派上用场了。臣誓死效忠王爷。女帝是要对本王动手了吗？是。禁军已经集结完毕，等周藩入京，便要捉拿王爷。这女帝啊，还真是信任这个纨绔。不过本王可不是周长风那个蠢货，这次定叫他有来无回。刘勉在。你派出心腹，即刻前往云州，捣毁周藩的根基，将那些神兵利器跟本王夺回来。没想到多年过去，我竟然还有机会回到金銮殿，这都是托了周公子的福啊！哎，客气客气，应该感谢秦夏月。不敢不敢，见到陛下，您一定会惊喜的。惊喜？怕不是惊吓吧？这陛下呀，又胖又丑，能有什么惊喜？一会儿我就偷偷的站在最后一排。哦，这是为何？万一陛下看到我的绝世帅颜，看上我，把我纳入后宫怎么办？放肆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戏言陛下！别看你评判有功，得罪了陛下，依然是死罪。公公，照你这么说，平时倒卖宫中那些古董字画，陛下恐怕还不知道。你敢威胁我？咱家在宫中待了20年，侍奉了2位皇帝，陛下怎会因为这种小事责罚我？那你勾结户部，在建造见贤思实贪污？哎，周公子，有话好说，放心，咱家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，绝不让陛下注意到你。这我就放心了。你就是周长风的庶子周凡吧？不愧是叛臣之后，竟敢威胁御前太监。公公，不用怕，本王替你做主。你试试，本公子的事还用你管？本王秦威乃当今圣上的亲叔叔，你说我能不能管呢？连王爷都不认识，果然是偏远之地来的刁民呐！公公，我刚才威胁你了吗？没有，谢谢王爷好意。咱家与周凡一见如故，是自愿帮忙。公公，你可要想好了再说。刚刚周凡明明是在诬陷你和威胁你啊！王爷说笑了，周凡区区一介纨绔，怎能威胁到咱家呢？好你个周凡，就算你勾结了御前太监，你也入不了这金銮殿。你个小小的庶子，有何资格面圣？云州平叛之功明明是赵毅的，我自然会启奏陛下，告你抢功之罪。周凡进京面圣，乃是陛下亲自下旨，两位大人怕是无法阻拦。两位大人，云州平叛之功全是周凡的，本官只是沾了周凡的光啊。赵大人，你何必对这庶子卑躬屈膝？莫不是你也有把柄在这厮手中啊？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从未做过对不起陛下之事，又怎么会惧怕威胁？平叛云州之乱都是周凡的功劳，这是事实。赵大人，公公，你们太让人失望。本上述为官30年，清廉公正，就不怕被人威胁？是吗？尚书大人，我听说京郊外有处清苑阁的宅子，里面圈养了数10位绝世美女。这宅子的主人不会是……周公子，赵大人说的没错，云州平叛是您立了大功。这陛下呀，他若不是重重有赏的话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大胆，竟敢当着本王的面威胁朝廷命官！这怎么能是威胁呢？这是作为朋友之间的友善提醒。谢周公子提醒，本官先进朝堂等候众位了。好啊，本王倒是小瞧了你。怎么，你难道
还有本王的把柄啊！王爷，你当日在云州做了什么？难道心里不清楚？好啊，周长风生了个好儿子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，那本王问你，你觉得自己这次能活着离开京都吗？当然，这世上还没人能伤害得了我，你也不行。有意思了，本王很期待与你交手啊。公公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如果陛下问起来，你就如实告诉他。哎，说起来还得感谢我。周公子放心，咱家一定会实话实说。各位大人，陛下让小的前来传旨，召周凡去寝宫单独面圣。什么？是说入朝面圣吗？去寝宫面圣，面都还没见就要联系我了，这也太快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周公子，王爷虽然不让您进金銮殿，但我替您禀告了陛下，陛下觉得不妥，要单独召你面圣。那也不能去寝宫面圣啊！哎呦，完了完了，我这一世清白就要毁在皇宫里了。陛下美若天仙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周公子一定要把握住啊！不管，我们还会见面。周公子，这里就是陛下寝宫了，小的先行告退。哎呀，这女帝身材还不错呀。草民参见。我靠！周凡，见到朕还不跪下？秦小雨，你疯了！你敢假冒女帝，你不要命了？我假冒女帝？是啊。哦，你女帝呀？怎么可能？女帝不是又胖又丑吗？我说怎么让我到寝宫见面，原来是你在搞鬼。知道我怕女帝临幸我，故意在这吓我是吧？女帝临幸你，你真是脸大。以后可不要开这种玩笑了，万一让女帝知道，这可是要杀头的。放心吧，我是经过女帝许可的。女帝脑子抽了，让你来假冒她，还不是因为你装纨绔的事情让陛下知道了，陛下很生气，所以派我来整治你。都怪你！我说了不来面圣，我不要功劳，你非要如实禀报。这样好了，得罪了陛下，陛下要复婚了，我大前又少了一位铮铮铁骨的男儿。放心吧，不会恢复婚约的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什么赏赐？什么赏赐都行，只要在女帝的能力范围内都可以。那我要你。下流！你这个色批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我靠，你这不冤枉好人吗？到底谁没安好心呢？正常人谁会在寝宫见面啊？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吗？这陛下的意思不就是要将你赏赐给我吗？你放屁！陛下没这意思。那陛下什么意思？陛下召你来这里是因为谈话方便，担心去别的地方隔墙有耳。这女帝这么惨，连皇宫都掌控不了，还怎么治理天下？放肆！陛下召你进京，除了赏赐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谈。不会是想让我去评判八贤王吧？你知道八贤王要造反？废物！你当我千金哥是吃素的？就凭我那个废物爹，他还没这个组织造反的能力。纵观当今朝堂，也就只有八贤王有这个本事。没错，周长风的幕后主使人就是八贤王。陛下这次召你前来，就是为了商讨如何对付八贤王。恕草民无能为力。周凡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就是一介草民，这不想参与到皇宫当中的勾心斗角。再说了，这大秦谁当皇帝跟我也没关系。你虽是草民，但却拥有撼动大秦王朝的力量。你认为女帝或者是八贤王，他们能放过你？这倒是的。若谁敢动我，我就让他知道一下花儿为什么这样活。周凡，你当真不帮？这就是女帝跪下来求我都没用。周凡一身傲骨，桀骜不驯，我不想做的事，谁求我都没用。那如果女帝下旨让我嫁给你呢？那感情好啊。这陛下怎么总挑我的软肋呢？
我对大钱忠心耿耿，只要陛下下令，我马上脱了八仙王的老家。哎，我们什么时候完婚？下流！你这个色批，我就知道你贼心不死。如果你能评判，那我就让陛下下旨赐婚。一言为定。那如果我嫁给你的话，西月姑娘怎么办？办，一起办呗，成年人不做选择，我都要。下流无耻！你只能……哎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不在，有什么事跟我说。我国皇子率领使臣团前来觐见，八仙王已经带他们入朝了。什么？这个八仙王野心不小，这不妥妥的大卖国贼，竟然敢勾结倭国。若是八仙王联手倭国，那局势就更加复杂了。这些年我大钱和倭国虽有交战，但总体来说还算和平。如果倭国趁着我大钱动荡之际发动全面进攻，恐怕我大钱会抵挡不住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最痛恨的就是倭国，不需要陛下赏赐了。我干掉八仙王的同时，再灭掉倭国。不要叫我老婆，小气我，反正都要结婚了，提前叫两声适应一下。这样，你先顶住，你先撤。啊，混蛋！你是准备逃跑吗？搬救兵呢，大姐。哎呀，不用，陛下已经派禁军控制了京城，随时都能捉拿八贤王。如果八贤王真要造反，还怕你禁军？恐怕陛下早已控制不了禁军。不可能，禁军统领乃陛下亲自筛选，绝对忠心。唉，真的，你和陛下一样天真。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秦夏月老婆，为了你，我可是下血本了。陛下，臣有事要奏。周藩利用千机阁掌握了大量情报，威胁当朝重臣，意图谋反，还请陛下处死周藩。请陛下处死周藩。放肆！周凡乃大前功臣，若不是他，云州早已被叛贼攻下。朕还没来得及奖赏，你们竟然让朕处死护国功臣！陛下，这可能是周国公和周凡演的一出戏。八贤王，你倒是会恶人先告状。朕且问你，前段时间你去云州干什么？周长风都已经招了，说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指使。这是诬陷，为的就是让陛下放松警惕。倒是陛下与周凡关系极为密切，面圣竟放到寝宫内，这难免会引人非议啊！陛下小心被奸人诱骗。周凡与朕有婚约，约在寝宫见面有何不可？至于诱骗，更是无稽之谈，是非对错，朕自会判断。既然如此，陛下是铁了心要保周凡了。只要朕在位一天，就没人能动周凡。八仙王，你还是先好好交代你自己的问题吧。来人！陛下，陛下，你这是何意？朕怀疑你与周国公联合，意图不轨，现在要调查清楚，还请叔叔配合。刘勉，给朕拿下！刘勉，你在干什么？难不成想抗旨？陛下，刘勉是我安插在禁军中的人，岂会听你调令？本统领已经率禁军控制了整个皇宫，现在啊，除了王爷的命令，谁也进不了这金銮殿。什么？八仙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染指禁军，是想要造反吗？哎呀，陛下言重，老臣这是在拯救大前王朝啊！拯救大前王朝？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？哎呀，陛下，你被奸人周凡蛊惑，要将我大前江山拱手让人呐！老臣作为皇亲国戚，自然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秦氏100年的基业就这么毁于一旦。陛下，恳请下旨击杀周凡，以正皇威。哼，胡说！周凡明明是功臣，我作为云州太守，亲眼看着他剿灭了10万叛军，怎会谋反？老李，你满嘴胡言！
周凡有何能力剿灭10万大军？明显是在给你演戏，造成他立功的假象。八仙王，你真是会颠倒黑白。朕相信周凡，他绝对不会背叛朕。陛下，你如此执迷不悟，那就休怪老臣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列祖列宗在上，作为皇族唯一男嗣，为保大前江山，被迫发动清君侧。他说什么？好，冠冕堂皇，朕的好叔叔，你可真是虚伪至极。哎呀，陛下说笑吧，老臣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宁被骂名，也不想让你成为千古罪人。还请陛下退位。八仙王，你大胆，竟然敢逼陛下退位，你当真要造反不成？还有谁不服？为保全大前江山，臣恳请陛下退位。请陛下退位。你们这些佞臣，朕回头再收拾你们。臣，我国使臣觐见。拜见八仙王。哦，不对，现在是大前新帝了，恭喜！朕刚刚登基，还望我国多多支持。好说。本皇子此次来大前，本来是准备向大前宣战，但既然换了皇帝，那本皇子决定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只要满足我国3个条件，我国愿与大前世代交好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大前向我国俯首称臣，每年纳贡白银1000万。第二，每年向我国进贡3000位美女。这第三嘛，大前皇室与我国联姻，将女帝嫁给我。这太陛下驾荒唐！区弹丸小国也配让我大前俯首，还想娶我大前女帝，真是可笑！让我大前女帝外嫁，古往今来前所未有，有损我大前皇家颜面。想要朕嫁给你，做梦！哼，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商量吗？如果不答应，我国30万水师将发起进攻，踏平大前，杀得这朝堂片甲不留。什么？30万水师？我国何时变得如此强大？放肆！好侄女啊，为了大前，你就牺牲一下吧。八仙王，我看你是跟我国早就商量好了，让我远嫁我国，从此你称帝便再无危险。哎呀，叔叔这是为你好啊！年事已高，我看着你出嫁，心里不放心呐。来人，给朕拿下秦夏月，择日称嫁我国。尔敢！本官就是拼上这条老命，也要保护陛下。周凡啊，本太守这次可是豁出去了，你再不来，我真要一命呜呼了。就算死，也不会让你们得逞。周凡，朕终究是等不到你了。哎呀，好侄女，就算你自杀，朕也会把你的尸体送到我国去。没错，就算你成为尸体，本皇子也要和你同房。像你这样绝色美人，不发一下，真是太可惜了。畜生，周凡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就那个废物庶子，知道我国前来，估计已经当缩头乌龟躲起来了。如果他敢出现，我就将他大卸8块。到现在你还指望那个纨绔？恐怕他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吧？是你？没错，我还得感谢你带我去周凡的秘密基地。我已经派人去云州将周凡的神兵利器夺过来。没了神兵，他就是一无是处的废物。朕已下令，全京都追捕周凡。这京都便是他的葬身之地。跟我斗，你们还太嫩了。陛下圣明，相信再过不久，就有人提着周凡的人头来领赏了吧？周凡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，我不该让你卷入这场斗争中来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周凡就这样死去了。周凡，我来陪你了。是谁敢欺负我的女人？活腻歪了吗？
周凡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小秦姑娘，我们有救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不晚，刚刚好，陈旧家来迟，罪该万死。这个倒霉的女帝脑袋是不是抽了？这个时候也不现身，让你当替身假阵，问过我的意见了吗？不要怪陛下，我是自愿的。你的救兵呢？我一人足矣。我是让你来挽救局面的，不是来送死的。放心，一切交给我。八贤王，你这个老不死的都快入土了，还想当皇帝呀？好啊，我正找你呢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了。找我？找我给你收尸吗？狂妄！完，知道你很厉害，但你也只是依靠那些神兵利器，没有神兵傍身，你就是个废物。哼，对付足够了。跳！我禁军上万人，你能奈我何？而且我已经派人去云州，想来你的那些神兵，哎呀，已经被我抢走了，是吗？那就要看你的人有没有本事找到了。报，统领，您派去云州的禁军在周藩住处被全灭了。啊！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陛下不用担心，本次出使大前，我特意带上了我国最强武士宫本武藏。就算这云州纨绔再强，绝不是宫本武藏的一合之敌。混蛋，跟我抢女人，死啦死啦的！那大前人都是兵符。你可敢与我一战？完了完了！宫本武藏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就是西门吹雪这样的绝顶高手都不是对手啊！周凡，你有把握吗？小子，如果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头，并且承认你是大前兵符，那我就饶你一命。国子，本公子生平最恨你们倭国人。既然你找死，先拿你开刀。周凡，切不可大意，快召唤钢铁侠。放心，还用不着我的神器，有他就够了。陛下，周凡这次恐怕是要栽了。拿一个破铁块，怎么可能打败宫本武藏这样的绝世高手？待会儿我会拼死为你杀出一条血路，你抓住机会逃走。不用，我相信周凡。垃圾！竟敢说我是垃圾！老子！我看你们这群倭国人才是病夫，一个个歪瓜裂枣，良莠不齐，跟得了病似的。周公子厉害啊！老夫知道你一定行的。比西门春雪还要厉害的绝世高手就被打死了。八嘎！你使用了什么邪术？竟敢杀我倭国武士！我要让你陪葬！陛下，请将此人活捉，我要带回我国，公开处刑，受千刀万剐之罪。就算有神兵，朕还有万人禁军。好啊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下什么是钢铁的意志。来了，绝世神兵钢铁侠，这色批还有些帅呢。这破铁烂能有什么用？啊，这就是传说中击败天下三大剑客的绝世神兵，果真是气宇不凡呐！来人啊，快给朕把钢铁扇夺过来！快快快！这纨绔的武力为什么会这么超绝？这可是钢铁侠呀，是当今天下最强神器。该死的周凡，这钢铁侠竟如此厉害，能抵挡住万人禁军。周公子，我也是被逼的，不然不会屈服于八贤王的。周凡，不用管这个官，之后再来收拾他吧。
这就是传闻中的钢铁侠吗？果然厉害，但到此为止了。周凡，我劝你速速投降。这里有禁军万人，不是你钢铁侠能挡得住的。快跑！这钢铁侠不是人！不准跑，给我冲！只要杀了周凡，八仙王就能统治大前。这个纨绔身体傍身，非凡人能敌，须回倭国调兵。足可换他，让我与你同去。否则过了今天，朕必死无疑啊！你要跟我回倭国？都怪周凡这个纨绔，要不是他，朕现在已经是大前皇帝了。足可换他，你倭国若是能助我称帝，你先前提的条件，朕统统给你反悔。走。别杀我们，都是统领刘勉逼我们造反的。我们对大前王朝忠心耿耿啊！周凡，饶过他们，我还需要人手。老婆，薛影，刘勉已死，我任命你为禁军统领，迅速组织平叛。是。八仙王和倭国王子呢？打得太尽兴了，忘了他们在哪。林如意，赵毅，立刻派人全京城搜捕八仙王和倭国皇子，势必要抓回来。是。刚收到守城侍卫消息，八贤王已经跟倭国皇子逃离京城。一群饭桶，这都能让八贤王给跑了？下位老婆，别生气，我向你保证，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帮你把他追回来。当真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不过他八贤王应该是去搬救兵了。既然跟倭国王子一起跑的，那么他们很快就会经过我们大前啊！逆贼！我大前王朝竟有如此叛国之辈，还不是因为女帝治理无方，对威胁自己统治地位的人还如此心慈手软，怎么能统治我大前啊？周公子，话不能乱说呀！他说的有道理。等这次抓回八仙王，我务必让陛下砍了他的狗头。8万里加急，倭国30万水师已经从我大前王朝河东地区登陆，直奔京城，预计不到3日的时间就能抵达。什么？倭国大军竟然如此之快，怎么办？这么短的时间，根本没办法调动军队，只靠万人进军，如何挡得住倭国30万大军？难道天要亡我大前？老婆放心，有我在，大前亡不了。周凡，我知道你厉害，就算钢铁侠能如此厉害，又如何挡得住30万大军？谁说我的秘密武器只有钢铁侠了？难道你还有其他秘密武器？当然，区30万大军，谈笑间便能让其灰飞烟灭。太好了，我大前有救了。虽然我的秘密武器可以灭杀倭国30万大军，不过这话要说好了，如果事情结束之后，你会不会嫁给我？女帝不会反悔吧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结婚？你可是打着结婚的幌子忽悠了我2次，这次我必须得提前问清楚。放心，这次灭了倭国，我定让陛下赐婚。周凡能文能武，实力超群，真嫁给他倒也不亏。好啊，现在我就去调动我的秘密部队。敌方大军压阵，我们只靠区区万人进军就想要抵抗？慌什么？我还有我盐帮之众。各部门准备，各部门准备，准备迎敌。就靠这些人就想抵住倭国30万大军？周凡，我知道你的 AK 部队很厉害，但那也只有几百人，对方可是30万大军，而且这和周国公养的私兵不同，战斗素质不在一个层次上。放心吧，老婆，我这不还有秘密武器呢。这些 AK 部队只是为了防止敌军逃跑。荒唐，真是荒唐！且不说能不能抵挡住倭国30万大军，竟然还妄想全歼。是啊，周公子，倭国大军可是有很多重型工程武器，就 AK 部队恐怕难以抵挡。够了，我相信周凡。不管如何，我都会与大千共存亡。周凡，希望你不是在装腔作势。若你敢坑害大千，我一定一个举剑杀你。聒噪！再多说一句，我让女帝把你也赏赐给我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
周凡，你这个该死的纨绔，屡次坏我大事，本王今日必取你性命！八贤王，好好的王爷你不当，非要卖国啊！勾结其他国家也就算了，非要勾结最让人恶心的倭国，真没眼光！你懂个屁！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女帝无能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秦王朝衰落，只有在我的统治下，大秦才能重现辉煌。真是我的好叔叔，这个时候还贼心不死，还想着篡位。你放心，属下就算是战死，也要把八贤王的头砍下来。你还真是和倭国一样自大无知！无知小儿，竟然敢侮辱我倭国！看我30万大军踏平大秦京城！哎呀，左高顽童王子，稍安勿躁。这周凡阴险狡诈，就这么点人守城，定是有阴谋，要谨慎行事。八贤王，你怎会变得如此胆小？就算这纨绔有阴谋诡计，还能挡得住我30万大军不成？我的士兵每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他。你忘了周凡的钢铁侠吗？就此等神兵，他可是有很多。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皇子，你不是怕了想退兵吧？怕个屁！若是我倭国获得这些神兵，岂不是可以统治整个世界？你倭国还真是本性不改啊！啊，一群歪瓜裂枣还想统治世界？放肆！3番2次辱我倭国，我左高顽童今日要取下你的首级，祭奠三军。取我首级？做梦！我倭国30万大军在你嘴里成了歪瓜裂枣，我定攻下京城，劫掠3日，再屠城3日。周凡，你若为百姓着想，就乖乖劝女帝束手就擒吧，交出钢铁侠啊！然后让左高顽童皇子斩下你的人头，否则攻入京城，屠城之事就是因你而起啊！你就是大秦的千古罪人！哎呀，八贤王啊，八贤王！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大秦，为了百姓，但我看你只是为了满足你个人的一己私欲。那又如何？本王是大秦的真命天子，那些百姓为我而死是他们的荣幸。可恶，不顾百姓安危就说的冠冕堂皇，真是令人作呕。虚伪！本公子抓到你，一定将你游街10日。你抓我？就凭你的 AK 部队啊！我身后可是有30万大军，你怎么抓？等会我的秘密武器一亮相，吓死你！本皇子可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东西能挡得住我30万大军。听我命令，今日斩下周凡头颅者，赏黄金1万两，给我杀！完了完了，敌人冲过来了，我们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啊！这跟云州之战完全不一样。听我号令，直升机出发！周凡，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。这些铁疙瘩飞在天上，怎么可能御敌？老婆，放好了，红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耗费巨资打造的战斗机，这才是现代化战。制空权才是王道。这战不废弃的铁器，竟有如此威力啊！全军散开，用弓箭攻击铁疙瘩！这战斗机也太厉害了。当然了，要不怎么叫秘密武器呢？弓箭箭都碰不到，这战斗机简直无敌了。当然，这战斗机可日行千里，我已经派了几架战机前往倭国了，估计这会儿倭国已经灭国了。什么？你要灭了倭国？这还有讲，虽然灭国是恶行，但是罪在当代，功在千秋。周公子大义，本太守佩服佩服。大秦拥有您这样的良将，真乃百姓之福啊！是啊是啊，大秦有救。好一个罪在当代，功在千秋，我心甚慰。做个我的皇子，快撤吧，否则全军覆灭啊！撤！我倭国武士道就没有当逃兵这一说，我要杀进京城！哎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皇子撤吧。
既然你好言相劝，那我们就暂且撤退，再做打算。我国有大海做天堑，就不相信周防有能力攻过来。报办李佳琦，刚传来消息，倭国被灭了。什么？倭国气杀我也！今日和周反不死不休！耶！冲啊！给我杀了周反，为倭国报仇！AK 部队开火！魔鬼啊！魔鬼！魔鬼！魔鬼啊！撤！不要莲花吧，我国30万大军就这样被击溃了。倭国都灭国了，何况30万大军根本不是周公子的对手。太好了，倭国要败了，仗在我大前。不好，八仙王和倭国皇子要跑了。放心，他们跑不了。皇子，我好，八仙王已死，倭国已灭，我大秦终于太平了。我会如实禀告陛下，论功行赏。宣周凡觐见。草民叩见陛下。奉天承运，女帝诏曰：念周凡平反八贤王有功，今恢复朕与之婚约。周公子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快接旨，这样你就能光明正大的娶陛下了。草民拒绝接旨。啥？周公子你糊涂啊！大胆，竟敢抗旨！回陛下，秦夏月跟我说好了，让陛下赐婚。现在陛下要恢复婚约的话，草民不同意。哼哼。你当真要拒绝？请问这声音为何如此熟悉？抬起头来看看朕，朕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是女帝？如假包换？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你也没问我呀。朕再问你一次，这圣旨你接还是不接？接，草民愿意接旨进宫服侍陛下。你想得美，朕要封你为武安侯，为朕平定天下。不管，我现在就要入洞房。